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azy Chinese 的播客。今天是我素清和我们的新老师 Bella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lla 老师。Bella 老师住在台湾什么地方？我住在台湾桃园。桃园，你告诉学生桃园在哪儿？桃园在台北的附近，所以大概开车1个小时左右。对，如果你们去台湾，你们到的那个地方就是桃园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机场。对，你们可能可以听到桃园机场，对吧？没错，所以很多人说桃园有什么，然后我会说桃园有机场，就这样。对，是的。好 ，OK， 那贝拉老师，今天我要和你聊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的话题。好，贝拉老师，我在网络上看到，在台湾你不可以随便骂人，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你骂的东西真的不好，可能你会被罚钱。好，现在我要给大家还有给贝拉老师看一张图片，现在我发给贝拉老师。好，那现在我发给了贝拉老师这个在台湾骂人的价格。贝拉老师，这个是真的吗？我看一下。哇，很贵耶。对，是真的吗？哇，这些有一些我有时候会说，我不知道这么贵。可能不是真的，因为我没有听过。不是真的，因为我没有听过有人真的说了这些，然后被罚这么多钱，我没有听过。可是我有一个学生，他最近搬到台湾，然后他去上瑜伽课运动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他的瑜伽教室，他需要放这些包包这些东西在一个地方，不可以带到教室里面。所以他那个时候很害怕，他自己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然后他就很急急忙忙。可是这个在瑜伽教室工作的人，他说：等一下，你要放你的东西在那里。如果你没有放，你不可以去教室上课。然后我的学生就说了一个不好听的话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了英文，但是也是不好听的话。好 ，F 开头的 F。OK， 好。然后呢，这个瑜伽教室工作的人，他听到了，他很生气，非常生气。然后他说：你不可以说这个字，你不可以。然后那个时候，因为他很急，他想快点去上课，他就进去教室了。可是下课以后，他看到有2个警察在教室里面，然后这个2个警察问他：你刚才说了什么？然后然后这个学生他很害怕，所以他给我讯息，他说：戴老师，在台湾骂人，我需要去坐牢吗？然后我说发生了什么事？他告诉我这个故事，然后我也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子的故事。对。OK，我现在非常的震惊，我太吃惊了天哪！我也很吃惊，我听到的时候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子的事情，从来没有。
对，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一个说英语的人，或者说我自己说这个 F，粗话，我觉得是一个习惯，不是说我真的要做一件很坏的事、很不好的事。对，所以这个美国人说了这个不好的词，然后有警察来找他啊！对对，很可怕。天哪，天哪，哇哦！好，那我想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在台湾骂人的价格啊，价目。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，第一个是干，干其实就是英语的 fuck， 我觉得差不多。对。但是如果你在台湾说这个是不要钱的，是0元，对吧？这个可能是只是说感觉你很生气的时候你说，不是真的骂人，所以我觉得对0元是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对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也想说说那个第5个垃圾，我非常喜欢骂我的男朋友垃圾。可是我们台湾人不说垃圾，我们说垃圾。哦，对，你们说垃圾哦，对，在台湾你们会觉得骂一个人垃圾是一个很不好听的词吗？我自己觉得这个蛮常见的，我很常听到。然后我觉得垃圾不会那么不好听啊，你很垃圾，对吧？还好，我觉得还好哈。对，我真的不可以住在台湾，因为我很喜欢说垃圾。但是他们可能觉得我说的不一样，所以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可能还是要付4000块，不用付8000，可是4000。对，那个警察说 OK 不太一样，所以呢你要付一半的钱，4000块。对，然后我觉得第6个也很可爱，王八蛋。王八蛋，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以前的人会说的。现在年轻人我们不会说，你王八蛋，听起来好老哦。我是觉得听起来太可爱了，就我会觉得很好笑，我不会觉得很生气。OK， 对，王八蛋可能就是太老了，所以呢，很好笑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也很喜欢第8个，第8个是什么？贝拉，你去吃屎啦！好可爱，对，你去吃屎，对，我觉得台湾人把这个写出来，这个就很好笑。可是我们很常说放屁，放屁放屁没关系吧？因为放屁是说，你说的东西是不是真的，或者说你在说很奇怪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去吃屎，这个有一点 OK， 对，好，真的不太礼貌。OK， 对吧？对。好，然后还有我们可以看看那个第20个，第20个是什么？第20个是神经病。这个我觉得我们中国大陆人常常说神经病啊。我好像有时候看一些中国的电视剧，他们很常说神经病。对，神经病。所以在中国大陆说这个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这个很贵耶，30万。对呀，真的很贵。好，然后最贵的100万，贝拉，100万美元大概多少钱？台币嘛，100万台币。对，100万台币，美元是多少？所以除以30，这样子大概是多少？我数学不太好。那就是差不多3万，3万多的美元。太贵了，太贵了。对，是的，很贵。请问贝拉老师，第21个特殊性关系，这个是一个骂人的话吗？我有一点不懂，因为这个第一，特殊性关系是你和其他人有特殊性关系吗？对啊。然后第二，特殊性关系这个词很长，
你骂完以后，人家已经走了。对，我也觉得。对，所以这个我没听过，这个有点奇怪。对，我是觉得说，如果你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人，然后可能她和一个老的男人在一起，然后你说，哎，你们是不是有特殊的关系？这个听起来很有礼貌啊。对，我也觉得很有意思，太好笑了。OK， 所以对网络上我可以找到这个图片，但是贝拉老师在你们的生活里，没有人真的说啊，你骂我这个，我要去告你，没有，是不是？我觉得通常大家会觉得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太麻烦，对吧？对。可是我觉得，现在有很多人可能会做这件事情，他可能觉得不舒服，他就会去告你。对，所以还是要小心。哇哦，对，所以大家如果去台湾，你们要记住，有很多骂人的话是很贵的。如果你去台湾，你可以多带一点点钱。对，如果真的不够了，可以跟我说，我可以借你。对，如果大家被警察抓走了，可以打电话给贝拉老师，以后贝拉老师就是做这个工作。对，我一边教中文，一边救人，是的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，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大陆呢，我们常常觉得台湾人很可爱、很温柔，然后呢，我们听到就是台湾人的骂人，我们觉得太好笑了，我们不觉得是骂人。然后有一个例子是，以前我常常听到，就是男朋友和女朋友，然后呢，如果这个男朋友他很生气，然后贝拉老师，你猜猜一个很生气的男朋友他会说什么？很生气的男朋友，他会说，我觉得台湾人很喜欢说，怎样，你是怎样，怎么样，怎么样？对，我觉得好好笑。就是我之前也是听到一个很生气的台湾男朋友，他会说，那你还要怎样啦？是不是？对，所以我猜对了吗？对，是的。哇，所以这个是真的，就是台湾男人生气了，就说啊，你要怎样？我觉得不是只有台湾男人，台湾女人也是。我看过一个影片，这个影片是2个人他们在吵架，可是从头到尾全部这个吵架的时候，他们只说2个字：怎样，就这样，没有其他的哦，只有怎样，就听到他们吵架就用怎样吵架，全部整个吵架都是怎样。太可爱了，我觉得。好，那贝拉老师，你知道在中国大陆我们怎么骂人吗？这个有一点难，但是我觉得中国人骂人都感觉很凶。我觉得我们真的比台湾人更凶。是真的。所以我觉得我有时候看那个中国的电视剧，或者是看一些影片在网络，我觉得我听到中国人骂人，我会觉得很害怕。对，我看到一个非常好玩的影片在 IG，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哈，是一个北京人，他去台湾，然后呢，他的朋友有一个什么问题，他们去医院，然后在医院有台湾的护士嘛，他们非常好，然后他就说OK， 他可能说，王先生，现在还没有到你哦，你再等一下下好吗？对，然后呢，他进来的时候，他说现在我要用这个针，可能有一点点痛哦，一点点，然后就觉得天哪！那
你们中国的护士会怎么说？我没有去过医院，但是这个北京人他告诉台湾的朋友，他说你们知道吗？如果在北京，比如说你很着急，对不对？你很急啊，到我了吗？到我了吗？然后没有到你，然后你进去，那个医生说到你了吗？没到你呢，走开。这么凶？我听说北京的护士真的很凶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去过医院。哦，可是，在台湾，我觉得要看医院。一些医院如果很多人，然后你来了，到我了吗？到我了吗？这些人每天都在说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觉得说了100次，他也会说到你了吗？还没，请出去。台湾人还要说一个请出去，请出去。对，麻烦你出去好不好呀？对，没错没错。所以我觉得对，就是很不一样。我没有去过医院，因为我害怕，我害怕他们骂我。对。但是我听到那个北京人说，北京的护士说到你了吗？问，不要一直问，出去。我就觉得听起来那个味道是对的。对，没错没错。你们知道啊，如果你们去中国大陆，然后你们去一个饭店，有的时候你很饿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说，哎，老板，我的菜快好了吗？然后如果这个老板他是厨师，他做饭，如果他很生气，他的脾气不好，他说不要一直叫，那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这个饭店很好吃。我好像有听过这样子的说法，就是如果这个厨师很容易生气，还是这个餐厅的服务不好，这个的意思是这家餐厅的菜做得很好吃。对，我以前一直觉得这个是对的，现在我也很长时间没有住在中国大陆，我也不太知道，但是我记得我以前去过这种饭店，就是厨师的脾气不好，很容易生气，然后我就觉得放心，这个饭店一定好吃。所以下次我要去中国，如果我看到这家餐厅的厨师看起来他的脸很臭，很生气，我应该去那家餐厅，对吧？我觉得可能有的时候是对的，因为他们做饭很好吃，所以呢，他们客人也很多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他们就是没有那么的有时间、有耐心，没有。然后有的时候，因为他们做的很好吃，他们有信心，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对的。OK， 我学到了。好，我觉得这个话题很有意思。那我问一下大家，你们有没有去过中国大陆？有没有去过台湾？你们去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中国大陆人和台湾人骂人的时候很不一样？留言告诉我们。对，留言告诉我们。好，那我们下个视频见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拜拜。你喜欢刚刚的视频吗？如果你喜欢，不要忘了去我们的网站。我们的网站有更多的视频，有各种各样的话题。我们的视频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，还有来自很多不同地方的老师。我们还做了各种各样的系列，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故事，你可以看到经典的故事，你也可以看到哲学、文化等等等等。在我们的视频下面，你可以看到文本。我们的视频还有 KTV 的功能。我们给你准备了简体字、繁体字、拼音。如果你不知道一个词的意思，你可以非常快速的查询。如果你很喜欢某个视频，你可以下载音频，然后听很多很多遍。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记录你的听力时间。好，希望你快去我们的网站去看更多的视频。